这一单元我们介绍网页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元素叫做框架。一般来讲也不见得会用到再可能有一些安全性或者是所谓的效能上是比较有一些状况当然既然有，我们就还是做一些介绍这边呢框架部分主要是用 iframe 这个元素的标签所以在整个框架里面其实它内容很简单有了基本的框架的写法以后呢，可以设定它的宽度、高度，还有它假设要有一个边框或者说某一个框架里面要显示某一个页面类似这样。好这里呢特别谈到你要写框架，网页中要设定一个框架，要用 iframe OK 这个元素的标签这是内砍。为什么要内砍呢？就是说你整个页面里面感觉要砍了一个框框在里面这个框框里面可以让你做各样的事情，特别是显示其他的网页可以这样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开始呢，可以看到这里设定一个iframe 它的网址比如 CJCU 这个地方。另外呢，这里除了设定这个以外，要多了一个什么宽度、高度，要多了这两个。好，我们看实际的效果就比较清楚实际的效果大概看起来会像这个样子这两个页面你要发现这里你要发现这就是预设的一个大小，所以同样是连到长荣大学这个网站，但是呢你会发现怎么样，它这里宽度高度大一点，有看到吗？我这样说可能更清楚，这个预设是这么大，但是呢这个300乘300就这边写了300，所以你可以制定，当然你这边也可以什么，譬如我故意弄夸张一点，对不对？600可不可以？可以，就变这样你发现就变这么大就这样子，所以这里就多了，只是多了宽度高度你要发现这整个页面里面要砍了一个页面，砍两个页面，所以如果当然很多的时候是可以做成类似一个电视墙的感觉大概都是类似这样做来的好，还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如果呢刚刚这个旁边想要有一个边框的效果，我们就可以利用 border这个在后面的在教到 CS 样式的时候呢，会特别再详细来谈我们先简单的初体验一下，就是说你看到像一个边框，它有这一些包括它的颜色啦、它的样式它的边框的粗细、大小效果就会变这样。我可以看到效果就大概是像这边看到的一个部分。好，就像这样所以故意设一个虚线让大家比较有感觉刚刚这个本身是没有边框的，这个不算边框这个才是真正有边框所以就感觉就变成像这样这里就是刚刚讲了设定这个比较深橘色 dark orange 这个它 dash 就减号减号的效果好，所以这个设定边框就是说你设定了这个框架里面的网页以后呢，你设定样式就这样设定好。最后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是什么呢？你发现它可以做一个切换的动作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宣告一个 iframe， 这里宣告一个 P 里面有个超连结它的 target。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大概是怎么样直接看范例比较有感觉效果出来就大概像这样程式嘛。好，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这边我们用 SKU 把它换掉把它换成 OK， 换这边。为什么这边刚好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有些网站它拒绝你用这种方式，它这连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有安全性考量问题，它不让你用 HTTP 连，所以我们要换这个这个 Momo 它本身它目前来讲是可以连的我们再试一次它就可以连 OK 连，所以我们回到把它对照这边来看，可能就更清楚了你会发现它这里的效果是这样Momo 这个效果应该是看到往下看一下，也就是说下面这个东西这个 P 的地方呢写说可切换至哪里，但是呢这个框架里面目前来讲
网页一载入的话，预设它就是某某的网站，看到吗？啊，但是这个框架的名字叫做 CJCU， 好，所以呢，我点了这个以后呢，我可以把这个超连结呢呈现在 CJCU， 所以它有个目标目的地，就是说这个网页呈现的位置或者目的地，它在 CJCU 这个名字，所以它在 CJCU 就去找它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把 CJCU 这个网站就显示在这个 iframe 里面，所以这个就会被取代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哈，这样放大一点比较有感觉哈。按下去，连到长庚大学网站，所以本来的 Momo 就会被换掉了，就会变这个东西把它换掉。所以一般来说 ，A 当时前面在讲超链接的时候，没有特别详细这个介绍哈。这主要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就是你按这个就会取代掉它。我们当然之前有谈到这个东西，有谈到最多介绍到这个，比如介绍到这个 VLANK，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哈，这个就会跳出一个新的视窗，但是这个人会把这个呈现在这里，这个是跳出新视窗。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两个对，第二个会跳出新视窗，所以你看跳出新视窗，这个呢是呈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完全不一样，一个跳出新视窗，跳出新视窗就用底线 blank 所以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整个 iframe 它的效果大概一般常见的应用大概介绍到这个地方。